夏洛克和许久未见的前女友再次相见，竟然是在监狱中，可这里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各种生活物资应有尽有。这次过来是为了一起犯罪案，需要莫里亚蒂协助配合。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一群劫匪趁着黑夜袭击了富豪家，富豪在被劫匪发现后当场刺杀，而他的孩子在熟睡中被劫匪绑走。现在劫匪打电话过来要求谈条件，而劫匪早就预料到警方在现场，随即表示需要准备5000万赎金，否则就等着撕票。但夏洛克听到劫匪声音觉得很熟悉，他小声告诉华生，劫匪是莫里亚蒂的手下策划的，但莫里亚蒂还在监狱中。等通话结束后，夏洛克把这件事告诉了老麦。听到这个名字，老麦有点不知所措。夏洛克十分确定自己的想法，莫里亚蒂的手下对他很忠诚，此次计划他肯定也参与其中，所以先从莫里亚蒂开始调查。想见莫里亚蒂可不容易，但夏洛克表示他愿意见我。华生很好奇为何如此确认，原来夏洛克一直和莫里亚蒂保持着书信往来。他表示莫里亚蒂是个犯罪天才，和他交流能让自己保持破案的敏锐。但华生根本不相信所说的，他的关注点在于夏洛克隐瞒了事实，也因为之前保持联系反而更容易查清劫匪。此时夏洛克接到老麦打来的电话，他已经获得批准探望莫里亚蒂。三人来到电话中所说的地点，莫里亚蒂已经被转移到码头附近的商场，调查局对这里做了严密的布置，就算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很快负责人拉姆西接待了他们，他对这里的安保级别很满意，目前只关押着莫里亚蒂一人。华生认为整个商场就关押他太浪费，但拉姆西认为比起他手上的情报这都是小事。为了打发时间，每天还会送过去绘画用品和报纸给他阅读。夏洛克担心莫里亚蒂使用魅惑操控人心，拉姆西让他放心，能被选上看守这里的都是经过精心筛选对女人失去兴趣的人。就在他们坐电梯准备前往时，拉姆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It's really remarkable. Excuse me? I knew she was talented, but as far as I can tell, she captured everything. 原来莫里亚蒂凭着想象画了一幅华生画像，还画得栩栩如生。莫里亚蒂主动开口打招呼，他还知道华生相亲经常失败的事情，当然也是夏洛克书信告诉他的。老麦表示这次过来是为了凯顿案件，需要你协助配合，我们怀疑劫匪是你曾经的手下。莫里亚蒂知道这个富豪名字，但否认这件事跟自己有关，而夏洛克只想知道那个打电话的劫匪名字，想要知道劫匪的名字也是可以的，但要满足自己的一个条件。 If you do help us, I'll continue our correspondence for as long as you're incarcerated. 原本夏洛克没指望莫里亚蒂能够帮忙，但此时拉姆西带着莫里亚蒂出现在警局，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出乎意料，莫里亚蒂愿意帮忙协助调查，但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改变想法。拉姆西表示已经在他的手臂上植入定位芯片，超过视线5英尺范围会触发警报，还给他带了一个安全手环，里面装着镇定剂，轻轻按动按钮就能触发，保证万无一失。夏洛克认为这些东西阻止不了他逃跑，而劫匪又是他曾经的手下，这样做风险太大。原本可以在监狱中提供帮助，非要出来，这其中肯定是达成了某些交易，但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很快，莫里亚蒂画出了劫匪们的画像。打电话的劫匪叫德文，曾经是情报局的，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化名。老麦吩咐手下，这些画像只能在内部传递，并通知所有警员展开调查。此时，莫里亚蒂提出想去富豪家看看，这也是他帮忙的条件之一。夏洛克自然是不同意的。华生表示愿意陪着一起去，他想看看莫里亚蒂葫芦里到底卖着什么药。很快，他们来到富豪家里，看着凯顿的照片，有点像小时候的莫里亚蒂。他不明白华生为什么选择夏洛克作为搭档。华生表示是夏洛克选择自己的。看起来莫里亚蒂在吃醋，但他认为懂夏洛克的人只有自己。另一边，负责在外巡逻的警员收到同事发来的信息，在河岸边上发现一个身穿灰衣的可疑人物。警员下车谨慎地上前查看，此时男人突然转身掏出枪刺杀，另一个警员也被劫匪刺杀。他们此次的目的是警员手机中的画像。身受重伤的警员奋力反抗，刺杀了一位劫匪，而自己也被刺杀了。劫匪本来只要低调地收取赎金就行了，却费尽心机计划这个陷阱，杀掉2个警员，又拿走他们的手机，究竟有什么目的？夏洛克想到一种可能性，他拿着老麦的手机和画像进行对比，发现了其中的隐藏信息。夏洛克拿着画像找到莫里亚蒂，指着画像中的胡子表示这个地方的图案处理过，里面隐藏着什么信息。莫里亚蒂自然是否认的，随后又拿出牺牲警员的照片给他看。 I will decode these, you know I will, so why not save us both a lot of time and trouble and just tell me your endgame? Who knows, you might even be able to trade your cohort's whereabouts for some more privileges.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you would get for the safe return of Caden Fuller. 此时老麦表示劫匪又打来电话了，劫匪的目的是进行威慑，希望警方按照原计划准备赎金，不要到处打探劫匪信息，还给他们听了下凯顿的声音。Mommy, I miss you. I'm afraid. I want to come home. Please. Hope you got all that.
And I hope there won't be any surprises awaiting us tomorrow. 回到家，夏洛克努力地破译着画像信息。他发现这一串数字是卫星定位坐标，位置就是挪威北部的荒岛上，可能是莫里亚蒂逃跑后要去的地方。此时，夏洛克收集的报纸已经送到门口。他认为莫里亚蒂关押期间一直读这类报纸，利用里面内容和手下传递信息。他发现里面二手车信息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加密方式。破译后才意识到之前的推断是错的，莫里亚蒂不是参与者，而是受害者。劫匪想要的是莫里亚蒂藏在荒岛的东西，5000万赎金只是个谎子，误导警方的诱饵。被绑走的凯顿其实是莫里亚蒂的女儿。另一边，拉姆西看到莫里亚蒂深夜还在画画，没有睡觉。他表示已经把画像送到国安局，很快就会知道里面隐藏的信息。在关押期间，莫里亚蒂想到17种逃跑方法，其中一个和手环有关。通常来说，玻璃是不导电的，以平时送来的颜料罐都是玻璃做的，只需要把玻璃碎片放在手环和手表之间，手环就会失灵。此时，拉姆西发现地上的血迹，正当他准备低下身体查看时，莫里亚蒂从背后控制住了他。很快，他独自来到劫匪窝点，3两下解决了门外的看守。可惜夏洛克还是来晚了一步，好在他并没有伤害拉姆西。他认为流了这么多血，肯定会去医院。此时，夏洛克接到莫里亚蒂打来的电话，他希望在劫匪的窝点见个面，只能你一个人进来。很快，夏洛克来到电话中说的地点，本可以逃跑的他却选择留下来面对现实。他表示孩子是在认识夏洛克之前就有了，不认为自己能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才把他交给了富豪家收留。夏洛克询问荒岛上面有什么，莫里亚蒂表示那里存放了一个全世界种子保险库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个人档案。看着他受伤的手臂，夏洛克心里多少有点心疼。随后，夏洛克抱着他走出了大楼，交给警员送往医院。夏洛克还是忘不了对莫里亚蒂的感情，将书信藏在蜂巢后面。